Hello，大家好。前段时间，特鲁多发表了一个加拿大住房危机联邦没有责任的甩锅言论。到底谁该为住房危机负责？莱格本月的调查显示，40%的加拿大人认为联邦政府对住房危机负有责任，有32%的受访者把矛头指向了省政府，只有6%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市政府有责任，还有22%的人表示他们不确定谁有责任。那我认为联邦政府的责任最大，省市政府可能也负有一定的责任，比如联邦政府在反洗钱方面不作为或者是少作为，联邦政府官员甚至亲自带头炒房，比如前任住房部长在住房危机爆发期间购买了投资房，自由党在竞选时承诺的2年海外买家禁令，仅实施2个月就朝令夕改。从城市方面来看，比如蒙特利尔市长普兰特表示，每年将会建造600套新的社会单元住房，2年后却一个单元都没有看到。然后再举一个正面的例子，比如最近多伦多新任市长提出来增加7500套经济适用房以及17500套租金管制住房的新目标，他们还将对豪宅征收累进附加税，并且把空置税从 1% 提到 3%。当然，这些政策对于解决住房危机是否有效，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。数据显示，要解决加拿大人的住房负担能力问题，加拿大的房价需要降1/3，或者是收入增加 55%， 或者是抵押贷款利率下降350个基点。前段时间，加拿大新任住房部长提出来一个既不让房价下跌，又让人们能够负担得起的惊人言论之后，他本周又提出来，因不断增加的留学生给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需求，迫于住房成本上涨的压力，政府考虑限制外国学生签证数量。官方的数据显示，2022年持有学生签证的外国留学生超过了80万，远高于2012年的27万5千人，过去10年增长了 170%。202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，2019年留学生学费占高等教育系统收入的 13%， 而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 4%。限制留学生签证的提议立即遭到了 UBC 等一些大学的反对。数据显示 ，UBC 的留学生入学率高达 28.6%。目前推动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的5年期债券收益率已经创16年新高。平均5年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也处于15年来的高点，抵押贷款合格利率达到27年来的最高水平。对于即将抵押贷款续约的人来说，目前的利率非常高。由于大多数续贷者的利率都在 3% 以内，因此续贷意味着他们的抵押贷款利息至少要增长1倍以上。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抵押贷款违约潮，几大银行都在增加信贷损失准备金。皇家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，加拿大的千禧一代，尤其是那些拥有自己住房的人，将在未来几个月面临高昂的利息成本和经济损失。皇家银行认为，利率上升将加剧千禧一代的痛苦。如果未来几个月经济大幅放缓，他们尤其容易受到失业的影响。与20年前相比，核心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债务负担尤其沉重。35至44岁的成年人，2019年的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约为 250%。在1999年的时候，这一年龄段的人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约为 150%， 远低于现在的水平。2019年35岁以下的年轻人的债务负担相当于可支配收入的 165%。皇家银行表示，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，加拿大最年轻的人群债务收入比没有出现实质性的上升。这一群体中，只有大约1/3的人有抵押贷款。自2019年以来，很多加拿大人的债务状况发生了变化。因为新冠疫情最初几个月的低利率，让很多年轻的首次购房者进入了房产市场，并且背上了沉重的抵押贷款。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第一季度家庭与债务可支配收入之比上升至 184.5%， 高于上一季度的 181.7%。这意味着每1加元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对应着 1.85 加元的信贷市场债务。对于那些拥有住房的人来说，特别容易受到高利率环境的影响。
因为自去年3月份以来，加拿大央行已经连续加息475个基点。皇家银行预计，按照目前的典型5年期利率计算，明年续期抵押贷款借款人的月供将增长25%至40%。还款在迅速增长，但是人们的收入却没有跟上来。自疫情开始以来，平均时薪增长了12%，还不到预期的抵押贷款支付增幅的一半。因此，未来借款人将面临抵押贷款冲击。皇家银行预计，今年秋季这一群体的消费将受到沉重打击，尤其是那些受到失业打击的人。尽管创纪录的加息之后，经济增长保持稳定，很多经济学家预计，随着加息的滞后影响开始显现，今年秋季加拿大经济将会放缓，失业人数将会上升。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报告显示，预计到2024年初，失业率将从7月份的5.5%上升至6%以上。枫叶银行的报告显示，除非工资上涨速度放缓，或者是生产率提高，否则劳动力成本可能会增加通胀压力，从而降低经济软着陆的前景。他们的基本预测显示，未来几个月经济将放缓，随着消费者需求放缓和劳动力市场紧张，工资增长将放缓。如果工资增长不放缓，并继续保持目前的速度，可能会通过更高的生产成本增加通胀压力，迫使央行采取加息行动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今天表示，由于美国经济的稳健增长，可能需要更多的加息。他说，尽管通胀已经从峰值回落，但它仍然过高。我们准备在适当的情况下进一步加息，并打算将政策利率保持在限制性水平，直到我们确信通胀持续下降，以实现我们的目标。美国持续加息，为什么丝毫不担心房产市场崩盘？这是因为美国85%的房主持有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，同时超过40%的美国抵押贷款来自2020年和2021年超低利率时期，而加拿大70%的房主持有的是5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。这些5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为2.79%，而到期续贷5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将达到6%左右，所以加息对加拿大房产市场影响要比美国大得多。加拿大的基准利率目前仍落后美联储50个基点，而美联储仍将继续加息，这说明本次加息的周期会很长。千万不要盲目相信降息很快就会到来。之前有很多人相信加拿大央行很快就会降息，他们冲进房产市场想抄底，结果抄底却抄到了山顶。前几天我在频道里做了一个投票调查，你认为2024年加拿大央行会加息吗？一共有597个投票，64%的人认为明年会加息，只有36%的人认为明年不会加息。国家银行的数据也表明，大多数近期买房的人都做好了利率长期保持在高位的准备。数据显示，6月份创纪录的95%的借款人选择了固定利率抵押贷款。与去年年初相比，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。当时加息才刚刚开始，只有43%的借款人选择了固定抵押贷款利率，锁定5年固定利率的比例创下了13%的历史新低。现在大约55%的人选择了3年期和4年期的固定利率。道明银行也认为，目前预计利率将会上升，并且在长时间内保持在高位。他们最近的报告显示，偿债成本可能会在2023年剩余的时间继续快速上升，然后在2024年下半年达到峰值。这将给对利率敏感的家庭带来巨大的压力，并可能导致未来更高的抵押贷款拖欠率。最近 MRB Partner 全球策略合伙人菲利普·科尔玛说，加拿大可能正在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房产泡沫，房产市场崩溃不可避免，因为抵押贷款利率持续上升，加拿大人的高债务水平让他们陷入危险境地。他认为加拿大的房价上涨是加拿大央行20年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结果。随着加拿大债券收益率上涨，抵押贷款利率攀升，特别是在债务与收入比极高的情况下，房地产泡沫最糟糕的情况是存在信贷泡沫。存在信贷泡沫必然导致违约率飙升。尽管加拿大银行正在极力阻止房产市场崩溃，但这仍不可避免，最终会进入去杠杆化周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